我們現在遠處蓋的房子出現了一些垃圾已經堆積成山的問題啊，咱們可以來這兒看一下。垃圾車應該是可以來到這個位置的，但是這個附近呢，現在好像垃圾有點多啊。這裡也有一个，這裡也有一個，咱們檢查一下。這個城市現在垃圾處理速度有點跟不上來了，原有的2個垃圾處理廠有點太遠了。然後咱們今天就在就近吧，比如說這個村莊的旁邊，或者這兒我們直接把它放在公墓的旁邊，這樣也是可以的啊。這個回收中心每周可以處理的速率是24000，48000加24000，應該差不多了。OK， 已經開始正常出車了啊。就是這個垃圾車，它去往我們的村莊的話，它可能會經過一段不太好走的土路。咱們可以把這個土路呢，就是沒有坡道的地方啊，取消一下限速。這兒吧，這裡。然後下了坡道以後，咱們從這個位置開始。主幹道，另外一個方向再增加一個主幹道。每天去解決一下我們這個村莊產生的一些問題。那麼接下來呢，咱們看一下這個公交車站啊，這裡的人數倒是挺多的。上一次本來說要為他們裝飾一點的，但是給忘了。我們找一下這個公交車的資產，在這兒。OK， 對面是一個公交車調度站，然後咱們把這個空地呢，一會兒可以把它塗成水泥地，這裡的公交車呢就可以放一排了。我也沒有看它這個車頭是哪兒，看起來都是比較相似的，就隨意放吧。5輛公交車，然後旁邊我們再為它增加一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地方，這樣才像一個站牌嘛。而且這個站牌上還可以再加一部分的廣告，看起來還是比較真實一點的。再加一個，夠用了。由於這個地圖它現在也是屬於一個微造景，所以咱們可以放一些又快又簡單的資產。這個環島太小了，再來一個。那麼旁邊的話，咱們為它放置一些小草。這公交車的停車點如果是一些草地的話，就有點不是太真實了。哇，咱們這樣去塗的話，把下方的土地性質也變了。塗在這兒以後啊，我們再用到一個正方形的水泥地。通過上方，咱們把這個水泥地讓它做齊。我前幾天刪的這個樹木現在又出現了啊，是一個靈異的事件。就是某一些道路現在看起來確實有點亂了，咱們可以簡單一點啊，再拉一個小型的圍牆。這個圍牆再往前方一點點。你看這樣啊，我們把這個小草通過這個圍牆露出來一個角落呢，反而看起來稍微真實一點。只需要把這個圍牆咱們再往前方去拉伸，把它拉在這兒。做在這兒了以後，這個鄉村小道就已經做好了。然後其他的地方可以先不開發，我們今天又可以去發展人口了。咱們再來到村莊的另外一個方向啊，比如說這個小河邊，這個小河邊呢現在看起來還是有點空，然後呢，剛才我恍然大明白，我們可以在這個方向去種一點稍微黑一點的樹木，把這個環島旁邊是不需要再做房子了。沒有關係，種不了樹啊。那麼這個模組問題，等我不錄製的時候，我自己慢慢去整啊。這個前方，我們在這個高速這裡去隨意的去蓋房子。按照這個布局呢，這裡應該是放2排房子的。這個房子2×4，1、2、3，把它放的稍微密一點。每個房子咱們等它蓋起來去看一下啊。這個房子可以入住8個家庭，這個房子還可以啊。那麼我們這個村莊在人口上萬的時候，應該是很簡單的。旁邊去為它放置一個小型的停車位，再把它也旋轉一下。我們這個停車位放置了以後，旁邊的房價還會更高一點。好像還可以啊。咱們只需要把這個房子中間呢去塗成水泥地，然後我們這個汽車看起來它就可以四處的去行走了。角落裡面就不塗了。這兒要不要來一條？這個方向也來一點點。共用停車場啊，你看這樣放置了以後，它汽車馬上就停進來了。
還算是比較合理。就是刚才好像让我种不了树了，我们造景的话，哎，我怎麼又種出來了？哎，那我們繼續來種樹吧。這裡的樹木不種滿的話，旁邊那麼多空地，我們慢慢去發展，有點沒有靈感。那你比如說把這裡當成一個村莊的一個小風景，至於旁邊的這個空地呢，咱們就把這個房子蓋得稍微密一點。至於這個該立體的地方啊，咱們得把它立體起來。然後呢，這個貧民窟還需要繼續把它蓋滿。就是現在再來看這個房子的話，好像有點不是太整齊了。就隨便來吧，也不統一。這些房子它只需要大體上統一，其他的不是問題。人口4162，然後我們繼續來蓋房子的話，可以把這個視角稍微轉一下。因為這個地圖在沒有建設的時候，覺得這個自帶的樹木看起來可以把它當成一個造景。但是我們把每個小区都做小了以後啊，它其實從大景上來看的話，它是可以稍微細膩一點的。那麼前方的這個樹木肯定就有點大了。我們可以在這個小河的对面呢，發展一些高密度的住宅區。把這個住宅區，咱們想一下，咱们得找一個馬路，比如這個馬路啊，先延出來，強制一個地面。這是一條4車道，然後這條4車道我們是可以根據前方的地形去做一個小型的彎曲的。其他地方的道路現在看起來有點太直了。至於旁邊不是主幹道的地方，咱們再切回一條2車道公路，然後沿着這個海岸。哎，這條道路怎麼是這個顏色的？這個道路顏色好像有點淺了。我們先把這個大概的結構給畫出來，然後這裡也去增加一條路口。在現實生活裡，我們比如說在一個峽谷裡面，不可能把每條道路都畫得太直，是吧？哎，但是這個2車道公路和旁邊的4車道看起來寬度太一樣了。來吧，繼續換。哎，現在看起來稍微順眼一點了。哦了個 K， 然後咱們再去連線。啊，沿着這個植物可以增加一個路口。其實這樣還是挺爽的。咱們把房子蓋統一以後啊，比如說之前我们放自定義的房子放的都是1級和2級的，現在鑑於這裡的地皮價格應該差不多了，我們找一個3級的啊，比如說它。差不多可以蓋起來，就是不知道它會不會馬上消失掉。咱們先把它的水電連接一下，然後呢再檢查一下這個房子的穩定性啊。這個電的話，咱們在水裡面直接加一個電源就行了，挨得比較近一點。OK， 每個房子3級的房子可以入住1個家庭，是不是有點不是太禮貌？不過我們換個角度來看一眼啊，高度倒是比較合理。這房子的高度肯定是不能超過旁邊的高架橋的。然後這裡怎麼回事啊？出現了犯罪率過高的問題。這剛蓋的房子就出現了犯罪率過高的問題。然後咱們再來到對面啊，檢查一下有沒有更高一點的房子。這個也是3級的。哎，把它放在這兒的話，倒還可以啊。來吧，1、2、3。4400。城市規劃政策，我們終於把這個區劃給解鎖了，旅遊觀光也解鎖了，免費公共運輸直升機。那解鎖的建築比較多一點，但是好像也沒有什麼意義了。我們在沒有解鎖的時候，把好多建築都已經用過了。海邊、小河邊來幾個河景房，就當成一個小別墅來用了。而這個房子蓋起來以後，它其實不影響。它應該是蓋不到河裡面去。剛才我一直覺得這裡的房子看起來沒有那麼密，然後我們把河邊也蓋滿以後啊，哎，這個位置再看起來，除了這個下方的土地啊，就沒有問題了。慢慢的發展啊，最後把這裡完全的給建設起來。這裡又着火了。
最近怎麼回事啊？好像我们的房子每天都在着火，好像也没有怎麼種樹啊。我們檢查一下這個城市風險指數啊。應急府現在風險指數40%。好在這個消防員及時趕到啊，不過這個大姨她現在倒是挺心寬的啊。剛才房子都着了，她還在陽台去曬太陽。那麼鑑於現在房子需求沒有那麼高呢，我們可以創建一下公交車的2號線。找一下規劃公交車路線，從這裡開始吧，讓它先來到村莊的對面，然後再來到高速的附近。上了高速以後啊，再讓它來到工業區。因為昨天有同學說這個工人上班的話，他沒有公交車的路線，我們就把它放在工業區的正中間，然後再來到村莊。OK， 結束線路。來，咱們再來檢查一下這路公交車。這趟公交車可能數量有點多，我們還需要把這個預算給提前降一下。加速。OK， 我們新一路的公交車也出現了。這個公交車可以乘坐60名乘客，然後現在車輛數是16輛，太多了，用不了。我們把這個預算啊，先降到19%，3輛車應該夠用了。宝宝巴士站啊，機場巴士站。